60天，从古装拖油瓶到央视点名，程毅到底做对了什么？60天，就这60天，一个人从被贴上古装拖油瓶的标签，到央视网文娱亲自下场说他文戏比武戏更上头。中间没有热搜营销大爆款新综艺，也没有什么所谓的资源洗白，他就拍了戏，把戏拍好了，然后整个舆论自己转向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前2天刷到这条新闻的时候，正在咖啡馆，差点笑出声，不是嘲笑啊，是那种终于啊的笑。这事真的有点意思，所以今天这期我想认真地一层一层把它拆开。咱们今天不聊营销，聊3件被忽略的事，一个叫五感联动表演法，一个叫97%原声台词，一个叫他在片场桶坏了道具轿子。好，事情是这样的，这事儿我得分4层说。先说你能看到的层面哈，就是表面这一层。时间线很简单，10月份那个时候，网上确实有声音，我得说清楚啊，是有声音，不是事实判断，把程毅归到古装拖油瓶这个分类里。这个标签当时不只套在他一个人身上，你品，你细品，2024到2025年这2年古装赛道是什么状态？内卷到一个什么程度？基本上只要不是当季顶流，几乎每个非头部古装演员都被这种话术扫射过一遍。所以严格说，这不是冲着程毅个人来的判断，这是当时整个市场情绪的副产品。懂行的人当时心里就有数，在那个剧本环境，那个排播节奏，那个对手太强的档期下，任何中生代古装演员都要扛过这种声音。然后接下来60天，他没有出来回应，没有发什么委屈小作文，粉丝也没去打那种特别难看的舆论战。他在干嘛？在拍戏，在补宣传，在一个又一个作品片段被剪出来发酵。直到11月20日，央视网文娱直接发了那条点评，文戏比武戏更上头。这个分量你得知道，央视网文娱这种官媒文娱号下场点评一个演员的具体表演，不是常态，这是一种盖章式的认可。行，这就是你能看到的60天。一个标签，一段沉默，一次盖章。但这只是表层，媒体没告诉你的是接下来这3件事。第一个细节叫五感联动表演法。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愣了好几秒，说的是他演沉香如屑等等，沉香如屑是2022年播的吧？我查一下，对，2022年8月，你看我这记性，差点说成2023。OK， 那部剧里他一人3角，3个角色性格、节奏、气场完全不同。一般演员怎么处理这种？靠化妆造型，靠台词节奏。程毅是怎么干的？他给每个角色配了不同的气味，一个用檀香，一个用雪松，一个用草本系的香水。开拍前喷，让自己的鼻子先进入那个角色的空气感，身体跟着切换。这玩意儿听起来悬，但其实有名字，叫 Method Acting， 方法派表演。Daniel Day-Lewis 演我的左脚全程不下轮椅， Heath Ledger 演小丑闭关写日记把自己关疯，本质都是一回事，用外部感官把自己骗进角色里。程毅这套，我把它叫做中式 Method Acting 的实战版本。他没有去好莱坞那种极端到伤身的程度，但他抓到了那套方法的核心。演员的身体是工具，你得先调好工具，才能演好戏。第二个细节，他看自己的剧要看2遍。这个我也是最近才知道。一遍是当观众沉浸看，正常看戏的体验。第2遍，他专门去研究弹幕，看观众在哪一秒笑了，在哪一秒哭了，在哪句台词上来了情绪，在哪个微表情上开始截图。然后这些反馈他记下来，下次演戏的时候做调整。我跟你讲，这件事在这个行业里有多稀缺。大部分演员看自己的戏都需要心理建设，看1遍都难，更别说2刷专门盯弹幕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完整的反馈闭环。观众在前面看，他在后面收信号，然后下一部戏就把这个信号转化进去。说白了，他把观众当成了合作方，不是被动接受作品的人。第3个细节，他在片场桶坏过一个道具轿子。
具体是哪部戏的哪场戏我先不说细节剧透，大概情境是这样的，他演的角色要亲手对自己的至亲下狠手，情绪极重。拍那场戏的时候，他入戏太深，实际动作的力度，咱们这么说吧，直接把那个道具轿子捅坏了。剧组当时是什么反应不知道，但有意思的是出戏之后，他第一句话不是我演得怎么样，不是再来一条吧，他大概问了一句，观众会不会觉得太残忍了？你听听这话，一个演员入戏入到把道具搞坏，这是工作强度的体现。但出戏第一念头是担心观众的观感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演员把角色和观众体验放在自己之上的本能。这种细节真的没法装的，装一两次可以，装在所有片场都这样不可能。好，这3个细节都很有意思，但它们其实只是表象，真正的逻辑藏在更下面一层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是他？为什么这60天的逆转发生在程毅身上，而不是别人？我自己琢磨了好一阵，我觉得答案是这样的，他走的是一条第3条路。行业里现在大致有2种主流活法。第一种，纯流量路线，短期数据非常漂亮，但长期容易空心化，作品撑不住。第二种，纯实力派路线，口碑很稳，但商业天花板压得低，影响力扩不出去。程毅这种是第3条，偶像级的面相，工匠级的方法，长期主义的节奏。他那张脸，你不能否认是偶像配置，但他的工作方式呢？他那场打戏啊，对了，我得先说一个背景，不然你听不懂现在行业是什么情况。现在很多古装作品里，武戏大量依赖替身，台词后期配音也很常见，这是行业现实，不是我编的。程毅是什么数据？97%原声台词，打戏大部分自己上。这个数据扔在这里，在如今这个行业大环境里，任何能做到原声的演员都值得鼓励，但97%这个数真的就是另一个级别的事儿了。行，回到他，《富山海》里有一场雨夜复仇戏，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。那场戏的特别在哪？他放弃了花式剑招。一般这种戏的处理，导演会让演员耍一套漂亮的剑法，慢动作给镜头，武打指导编套路。程毅这场是怎么处理的？原始劈砍加泥地里踉跄的步伐。你想想看，这是什么判断？这是演员对角色当下心理状态的判断。一个刚刚要去手刃仇人的人，他不会优雅，他没有心情走位漂亮，他只有恨，他的身体是失控的。所以那个踉跄的步子是审美上的成熟，不是耍帅，是角色优先。这就是我想说的核心。这不是流量逻辑里的演员，这是演员逻辑里的演员。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。粉丝这些年一直说他不一样，说他在走自己的路，客观地说，这不是粉丝滤镜，这是真的不一样。只是在过去那种为热搜论的舆论环境里，这种不一样被淹没了。而这60天发生的事，本质上是这种长期积累遇到了一个临界点，水到渠成的溢出来了而已。央视的那条点评不是起点，是结果。行，最后一层，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我分3个角度说。第一，对程毅本人，这60天最重要的不是他翻了身，而是他验证了自己这套方法论是可持续的、可复制的，不是一次运气，是一种打法。这意味着2026年他的片单，你完全可以期待。火候到了，菜也好，厨子也好，这道菜往后只会越品越有味。第二，对粉丝，我想认真说一句，你们这些年的判断是对的。在他还没有被主流声音盖章的那些年里，你们就已经看到了这些细节，看到了五感联动，看到了原声台词，看到了那些没有播出的片场故事。那些坚持不是白坚持的，懂他的人会懂这种坚持值得被看见。第三，对行业，程毅这个案例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，他提供了一个证明，流量和实力不是非此即彼。中生代演员可以同时既好看又有方法，既有偶像气质又走工匠路线。
这条路过去，大家觉得是悖论，他这60天证明了他能成。行业需要这种证明，粉丝需要这种证明。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60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现在的答案是，这60天什么都没发生，又什么都发生了。没发生的是营销爆款、危机公关、热搜操盘。发生的是过去几年所有作品里藏的那些细节，在这60天里终于被市场拼起来看清了。懂它的人会懂，这60天不是逆转，是终于被看到。行，今天这期就到这。如果你也有印象很深的一个成艺瞬间，可能是某场戏、某句台词、某个采访片段，评论区告诉我是哪个，我下期挑几个聊聊。咱们下期见。